小姑子未婚先孕来家里养胎，我却意外发现她怀的孩子是我老公的。原来她只是婆婆的养女，跟我老公并无血缘关系。她照着自己怀孕，在我家作威作福，把我当保姆，还当着我的面跟我老公举止暧昧。我忍无可忍，吼她几句，她却将我从27楼推了下去。我妈经受不住打击，心脏病复发，一同随我而去。我爸出了车祸，当场没命。而我老公则继承我爸的公司，花着我家的钱，住着我家的房子，跟小姑子其乐融融的过日子。与此同时，还在网上打造思念亡妻的深情人设，一时间吸粉无数，赚得盆满钵满。再睁眼，我回到小姑子来我家养胎这天，明明怀孕了，我带她来家里养胎。这房子大环境好，日常生活也便利，你千万别惹她生气，孕妇的心情可是很重要的。当婆婆带着小姑子杨宁来我家，对我说出这番话时，我猛然意识到，我重生了。前世一向好脾气的我，笑着欢迎她的到来，却从此被她当成保姆使唤。她用我的护肤品，穿我的衣服，背我的包，还当着我的面跟我老公暧昧。这位看上去人畜无害、我见犹怜的小姑子，其实并不是我婆婆的亲生女儿，而是她的养女。她怀的孩子不是别人的，正是我老公的。而她来我家，并不是单纯的逼我离婚嫁给她哥杨锦，而是想让我星号，然后霸占属于我的一切。被我识破后，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我从27楼推了下去，对外称是意外，事后还装模作样的去安慰我的父母，结果害得他们双双毙命。我死后，她跟我老公杨锦继承我的家产，花着我的钱，住着我的房子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过日子。不仅如此，我老公杨景还在网上打造思念亡妻的深情人设，圈粉无数，大赚特赚。想到这个结局，再看看面前站着的他们，我恨不得当场掐断他们的脖子，但我不能，我要保持理智。我要用他们当初对我的方式来报仇，把他们加在我身上的痛苦千倍万倍的还回去。宁宁睡主卧吧，你把位置腾出来，搬到书房去。婆婆命令式的语气打乱了我的思绪，这次我没有乖乖服从，而是陪着笑脸换了个计策。妈，明明住着实在太委屈了，她是第一次怀孕，可得事事当心，把她接到我那套大别墅里去住吧。大别墅？什么大别墅？我爸妈在我结婚前给我买的大别墅，现在没人住，为了方便照顾她，你也可以搬过去同住。婆婆一听就乐开了花。虽然我们这套房子有140多平，但相比于1000多平的大别墅来讲，实在过于拥挤。可小姑子杨宁似乎不太乐意，妈，别说太大了，怪冷清的。我还是想跟哥哥嫂子住一起，可以相互有个照应。我在心里冷笑一声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，不就担心跟我老公约会不方便吗？我成全你没事。宁宁，你放心住，我让你哥的空就去看你，我知道你们兄妹俩从小感情就好，你现在怀孕了，家人的陪伴是很重要的。他半信半疑的看我一眼，那就谢谢嫂子。我对他笑笑，客气什么？这2天我找人把别墅收拾一下，你先安心在这住下。听妈说你想睡主卧室吗？那你住主卧，那我哥呢？怎么你哥我也给你送床上，有点急不可耐了吧？你哥暂时睡客厅，书房太小挤不下2个人，那还是算了，我睡书房吧。好家伙，这就心疼上你哥了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他很快就要用我的护肤品，穿我的衣服，偷偷卖掉我的包包了。上一世我拼命反抗，反而给了他们网暴我的理由，说我看不起单身妈妈，不配为女人，直接害得我丢了工作。这次我打算反着来，于是我提前跟他说，明明你有什么缺的，随时跟我说，我的护肤品、衣服、包包什么的也都可以随便用，你开心就好。一定要记得孕妇的心情最重要，可别委屈了自己。果然他没有怀疑我的动机，还偷偷跟我婆婆说，沈楠这一看就是个星号，软柿子根本不用花心思去对付。妈，你之前的担心都是多余的，他跟你说明明不一样吗？傻得很。那当然了，我不当个完美受害人，怎么将你塑造成十恶不赦的坏人，然后置你于死地呢？我们走着瞧吧，游戏才刚开始呢。我虽不常在别墅居住，但左右2栋的邻居还是认识的。刚过去第1天就告诉他们小姑子怀孕了，要来这里养胎，先打造贤良淑德的老好人想象，方便他们后期帮我作证。第2件事就是装上全方位无视角的隐藏式摄像头。上一世就是吃了这方面的亏，才给了小姑子诬陷我的机会，这次全都拍下来，看她还能怎么演。第3件事要帮他们找个保姆，全程监督。但这件事必须让他们主动提，以婆婆的性格，促成这件事轻而易举。哎呀，这个大别墅可真漂亮，南真，你也真是的，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过呢？妈喜欢就好了，只是面积大，你打扫起卫生也辛苦。谁说我要打扫了？你们家买得起这么大的别墅，还请不起个保姆了。现在你小姑子才是重点保护对象，你身为嫂子，该付出就得付出。那妈的意思是请个保姆照顾我们娘俩的起居，可以是可以，只是请保姆可不便宜，这钱怎么你好意思让我们娘俩掏钱？你娘家不有的是钱吗？我听说你爸可是开大公司的，他们又只有你一个女儿，将来这不都是我们家的吗？我假装怔住他，意识不到不妥，换了副嘴脸。南芝妈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都说长嫂如母，
你小姑子的事你多操心，不也能让外人少说点闲话吗？妈也是为了你好好的。妈，我这几天去家政公司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她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下来。当天晚上，我便将这件事告诉了我老公杨景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，听我妈的，我一早就知道是这样的，结果还是要走个形式问他一下，好做时找保姆这件事与我无关，是他们自己的决定，找保姆也是有讲究的。保姆这个角色后期会是我的辅助，战斗力若可不行。我索性找个网红保姆，网上有10几万粉丝的，经常拍视频做直播，价格贵是贵点，但是性价比绝对不低。面试保姆时，专门让婆婆和小姑子在场。吴妈做了这么多年经验是足够的，只是这工资稍微开的有点高了。妈，要不咱们再看看，婆婆朝我翻白眼，我看你就是怕给我们花钱。妈，你误会我了，那就他了，贵有贵的道理，只要能把我跟宁宁做好就行。紧接着他又开始数落我，你说你也是跟我儿子结婚3年也没生孩子，挣那么多钱给谁花？对你小姑子好点，他的孩子将来还能给你养老，别不知好歹。我假装咽不下这口气，找老公哭诉，问他，你是不是也嫌弃我生不了孩子？怎么会呢？他揉揉我的头，安慰道，我爱的人是你有没有孩子都没关系。再说了，我们俩现在都以事业为重，这时候要孩子，反而有些打乱节奏了。见我沉默，他又接着说，老婆，你要是真喜欢孩子的话，我妹不是怀孕了吗？将来她的孩子出生给你养也行。哟，算盘打得怪响的，隔着10里地都能听到狗男人全身都长满了新颜子。其实刚结婚第1年我就怀孕了，怀孕后我老公变得很反常，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，衣服上也总有香水味。有一次我还看到他的脖子上有浅红色的吻痕，我大哭大闹，他不小心失手把我推倒，意外流产了，从那以后再也没能怀孕。因为这件事，婆婆对我明里暗里的讽刺，老公也对我越来越冷淡，这才给了小姑子后来上位的信心。没关系，这些账我全都记得，咱们慢慢算。保姆找好以后，他们娘俩正式开始享福。婆婆像皇太后一样，每天对保姆吴妈指手画脚，话里话外教她做人，暗示她只是个下人，而小姑子则跟个娇滴滴的小公主一样，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去逛街去挥霍。她已经不满足于被我的包了，看我太好说话，索性刷我的信用卡去买新的，短短1个月就花掉了10几万，平常没事就约几个姐妹喝喝下午茶，拍拍美照，然后发朋友圈炫耀，别人问她又没工作，哪来那么多钱，她大言不惭的说我歌宠，我愿意挣钱给我花，你嫂子没意见，嫂子算什么怪人罢了，当然还是我哥说了算，我们可真羡慕你命太好了。她得意的抬起下巴，心安理得享受这些吹捧。我将这些截图保存，留作以后扳倒他的证据，毕竟这些可是夫妻共同财产，只要我愿意，随时可以追回来。彻底毁掉一个人之前，必须得先让他膨胀，只有先扮成猪，才能成功吃到老虎。上一世我就是沉不住气，每次都中计，最后才落个家破人亡的结局。很快，他的猖狂便埋下了祸根，他得罪了吴妈。据吴妈说，家里的生活开销越来越大，他们向来什么贵就吃什么，上万块1斤的燕窝，一句不好吃就直接倒进垃圾桶，好几千块的帝王蟹和澳洲龙虾直接扔给外边的流浪狗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们把吴妈当下人使唤。太太，我真没见过你这么能忍的人，这得是婆婆和小姑子啊，这是2尊活菩萨，我真伺候不了了。吴妈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你要实在觉得难做，我再给你加点工资。太太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知道你很喜欢拍短视频是吗？以后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看行吗？这样也能赚点外快，我们相互成全嘛。可以是可以，我只是为太太你打抱不平。我笑着跟她说，我没事，还顺便替杨宁说点好话。我小姑子在孕期情绪起伏比较大，你多担待点。从那以后，吴妈拍视频做直播等更大胆了一些，粉丝越来越多，吐槽我婆婆和小姑子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因为他们经常拿她当下人看，网上仇富的人那么多，自然不会给他们好脸色。这一招如法炮制了前一世小姑子的做法。当时她也开了个自媒体账号，定位是坚强的单身妈妈，时不时暗示寄人篱下的日子有多苦，她的嫂子我有多么恶毒。这也直接导致了后期我被网暴，这次我先她一步把她的路走了，让她无路可走。可她丝毫意识不到自己正一步不掉进我挖好的陷阱，只是觉得我是个人傻钱多的星号。她不仅可以花我的钱住我的房子，还可以光明正大的霸占我的老公，而我却丝毫不知情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再推你一把，把我老公彻底让给你吧。某天晚上，我故意跟杨景说，老公，我觉得宁宁太可怜了，没结婚就有了孩子，将来可就是单身妈妈了。咱们做哥嫂的可得对她好点，她满意的对我笑笑，要不怎么说我命好呢？娶一个你这么人没心善的老婆。所以我想着我一边帮她捏杯一边说，要不这段时间你先别去公司了，去别墅那边多陪陪她，可公司那么忙，不是还有我吗？要不是我没有生养的经验，都想亲自照顾她了。女人怀孕生孩子可是大事，有家人在总比保姆一个外人强。
他有些犹豫，但最终还是答应了。毕竟他比任何人都想跟杨宁独处，他怀的可是他的亲生孩子。而他之所以不愿意跟我离婚，并不是因为有多爱我，而是舍不得我家的钱和我家的公司。前世杨宁将我从27楼推下去，对外称我是自杀。他不仅没有掉一滴眼泪，还觉得无比庆幸。特别是我父母先后离世后，他更兴奋了，因为这样就能霸占我家的全部家产。这个男人表面看着人帅又顾家，老实又木讷，实际上心如蛇蝎，老谋深算，比我见到的任何人都要可怖。有了我的默许，他跟杨宁越发不逼人了。有好几次我去别墅看望他们，都撞见杨宁坐在他的大腿上，而他正一口一口的喂他吃水果，亲密至此，比夫妻更像夫妻。吴妈早已怀疑他们的关系，每每见到我总是欲言又止，反倒是我安慰她，别多想了，他们兄妹俩自小就亲密，没什么的。久而久之，连吴妈也觉得我傻得可怜，开始有意无意的帮我留意他们的动向。既然这条线已经埋得差不多了，那就先爆个小雷炸一炸吧，不然你们的日子也未免过得太舒服了。某个周末，杨景跟平常一样进了杨宁的卧室，就没再出来。我及时分享给吴妈一个营销案例，跟她说，你看这个视频好火啊。果然大家都对有钱人吃什么比较感兴趣，你也可以拍下试试。她瞬间有了灵感，开始做直播，主要围绕着有钱人的午餐展开，从进门就开始拍，然后洗菜做菜上桌。只是很不巧，这次吴妈刚打开门，会听到主卧传出不可描述的声音，她吓得大声尖叫，然后就看到衣衫不整，脸颊绯红，还没结束的两人。吴妈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跟我妹。其实杨景额头汗还没来得及擦，一边扣扣子一边支支吾吾的解释。小姑子也裹着毯子走出来，态度很是嚣张。你看到了又怎样？一个臭打工的说吧，你要多少钱才能不告诉我嫂子？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你们做出这种事，真是怎么了？老东西，你别给脸星号，你敢泄露客户隐私，小心我告你。什么客户？我的工资是你开的吗？吴妈急了，我就是不干也要曝光，你们太欺负人了，亏你嫂子对你这么好，你做了这叫人事吗？更何况你还怀着孕，你跟你哥这吴妈气得语无伦次。这时候我婆婆进来了，这下更热闹了。她看到杨景跟杨宁的样子，瞬间明白了一切，转身便开始威胁吴妈，这事可别外传啊，管好自己的嘴，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吴妈又震惊又憋屈，你个当妈的，能看着自己的孩子这么乱来吗？你知道他俩这种行为叫什么吗？叫星号。哎呀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婆婆心一横，直接承认他俩不是亲兄妹，我女儿是收养的。这吴妈彻底怔住，这更不行了呀，这不是臭小三吗？你们这样做对得起太太吗？说着说着，吴妈竟嘤嘤的哭了起来。我这就给太太打电话，但婆婆冲上来把手机打掉，又顺手甩吴妈一个耳光，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她知道又怎样，谁让她自己不能生？我们只想给老杨家留个后，有什么错？你们真的会遭报应的。吴妈捂着脸，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，蹲下去拿手机，这才猛然意识到，进门时打开的直播还没关。她吓得倒吸一口凉气，险些晕过去。此时在线观看人数已经超过500万，很好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好。我就是要先把水搅浑，让你们自乱阵脚，然后再打你们的措手不及。火候到了，轮到我出场了，这次我要让你们死个明白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一进门就看到捂着脸哭哭啼啼的吴妈，婆婆双手抱胸，气冲冲的在旁边站着。杨景已经整好了衣服，杨宁依旧裹着浴巾。太太吴妈率先朝我扑过来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他们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，还敢动手打人，这怎么回事？他们三人面面相觑，没有人回答我。这时突然有人敲门，我还没来得及打开，他们就开锁直接进来了，是我爸妈。只见我爸二话不说，直接走到杨景面前，甩手一个响亮的耳光，你这个星号敢这么对我们家男织看，我不把你的腿打断。婆婆见状慌了，叫宣着来护儿子，我妈揪着她的衣领，直接把她推到地下上去，猛踹几脚。一个星号，我们买的大别墅，好心给你们住，竟然还干出这种烟渣事，不怕天打雷劈吗？今天我就好好教教你做人。嚯，我爸妈好帅啊！一时间，打骂声、尖叫声、哭喊声汇成一片，左右两栋的邻居全都过来看前面那条街的，也被惊动了一路，小跑赶过来，还有人在偷偷拍照拍视频。杨宁见情形不对，这才想起关门把浴巾换掉，不然等下挨起打来就不太好看了，差不多可以叫停了。我假装不知道情况，上去劝架。爸妈，你们先歇歇，有什么事好商量，先别动手。说完，示意我妈再朝我婆婆来一脚，她刚醒坐起来，嗷声又躺倒了。好了，都冷静点，来个人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不上网吗？网上都传遍了，就你个当事人还蒙在鼓里，养你个星号女儿有什么用？我妈气急败坏的对我开骂，我嘴角微微上扬，做事拿出手机，看到热搜上的几个词条，小姑子的孩子竟是老公的伪兄妹，真情人年度最狗血，没有之一，
心疼嫂子，不得不说这波水军还是挺靠谱的，那么快热度就起来了，这钱倒是没白花。不过现在还不是开心的时候，我要先装一下。于是我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，颤着声音问杨景老公，这都是真的吗？妹妹怀的孩子是你的，你们竟然背着我别瞎说，没有这回事。婆婆艰难站起来替她解释，他们就是亲兄妹，她的孩子是她男朋友的，跟她哥无关。是吗？哪个男朋友？我怎么没听？杨宁提过。杨宁故作镇定，把额前的头发慌乱别到耳后根。你说了你也不认识我，犯得着跟你说吗？是吗？那你敢不敢去医院做羊水穿刺验个 DNA？ 你说做就做，谁不知道做羊水穿刺有风险？我看你是自己怀不上，存心嫉妒我怀孕吧呀？正说着，杨宁忽然大叫一声，我老公杨景顺势扶住她。这时，不知哪个来看热闹的热心邻居忽然大喊一声，哎呀，你们看她流血了。是的，她流血了。她的白裙子此时猩红一片，就像雪地里开出的红梅花，甚是好看。杨景肉眼可见的慌张，把她拦腰抱起就往门口冲。我也想跟着去，却被他一把拦下，那我只能自己开车去，不去怎么当面欣赏我的劳动成果？我到的时候，小姑子杨宁依旧在抢救，婆婆在一旁哭哭啼啼，我老公急得抓耳挠腮，只有我一个人刷着手机，看着今天的热搜以及网友的评论。这件事在网上愈演愈烈，他们三个彻底火了，网友已经炸开了锅，课代表的总结对赞到热评第一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嫂子好心接未婚先孕的小姑子来家里养胎，请个保姆，好吃好喝的伺候着。没想到小姑子竟是第三者，她怀的孩子是哥哥的，两人是假兄妹真情人。下边的评论也很快，上千赞活久见，真是活久见，简直刷新了我的三观。听说嫂子伺候小姑子还花不少钱，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婆婆跟小姑子真不是个东西，平常看吴妈的分享就知道他们有多看不起人，就是花招人家的钱，住着人家的房子，还做着对不起人家的事情，怎么敢的没有心吗？哎呀，这婆婆我认识，这不是我邻居那个奇葩婆婆吗？我们业主群都传遍了，我那邻居太惨了，楼上展开说说，放个耳朵。这些邻居果然没让人失望，他们很快就将我接婆婆和小姑子来别墅住的始末发了出来，包括但不限于花钱帮他们请保姆，花钱供他们吃喝，以及他们如何对我嚣张，对我恩将仇报，桩桩件件全都没放过。网友们也不傻，对照着邻居的爆料，再去翻看吴妈的视频和直播，全都对上了小姑子开网店的店名，被人扒出来挂到网上，群嘲店铺即便不关闭，估计也凉透了。不知道她醒来后看到这一切心里是什么感受。正想着，手术室的门突然开了，老公和婆婆瞬间围了上去。医生边摘口罩边说道，孩子暂时保住了，但以后千万不能再有房事。虽然已经到了孕中期，但太过激烈会引起宫缩，对胎儿很不利。说完，万丽妍我老公好像比骂他更让人难堪。他尴尬的摸了摸鼻子，低下头。我婆婆气得边打边骂，都是你干的好事，你就这么恶，简直跟星号一样。我站在一旁静静的看戏。其实杨景平常是个很谨慎的人，不会明知杨宁有孕还这么莽撞，只是他不知道我在他的早餐里偷偷加了点东西，这才导致他见到杨宁那么兴奋，以至于饥不择食。待我反应过来，赶紧接着演。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都是你干的好事？真是杨景干的。说完，我开始低声啜泣，看上去无比委屈。不是，当然不是。他一口否认，这是杨宁被推了出来，这个话题暂时结束。既然不想聊，那就先不聊，好戏还在后头。直到杨宁出院，他们依旧不肯承认孩子是杨景的，只说是某位前男友的。我按照她怀孕的时间来推算，找到最有可能的前男友来跟她当面对质。好巧不巧，这位名叫张景洲的前男友前段时间就知道杨宁怀孕的事了，一直没找着机会过来确认。这下好了，听到杨宁亲口承认，他更激动了。宁宁，孩子是不是我的？你当初跟我分手是觉得我养不起，可我现在工资涨了，完全可以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了。你跟我回去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这人是个恋爱脑吧，不求证就求婚，算了，只要是有君，纯点也无所谓。只见杨宁听到后眉头紧皱，直接将嫌弃二字写在了脸上，一把甩开他的手，嚷嚷着让他滚，你少自作多情，我怀的怎么可能是你的孩子？那你是在跟我恋爱期间出轨了？那人是谁？你竟然敢给我星号！杨宁被噎住，毕竟他说的是事实。当初他跟自己名义上的哥哥，也就是我的老公厮混在一起时，的确没有跟这位前男友分手，直到发现自己怀孕，才第一时间跟他划清界限。那时候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。总之跟你没关系，你再不走，我报警了。杨宁吞吞吐吐答不出来，索性直接赶人。那你报吧，大不了去做亲子鉴定，我倒要看看孩子是你跟哪个男人生的。听到亲子鉴定4个字，杨宁瞬间慌了，只能先稳住他，让他有话好说。我赶紧火上浇油，你慌什么？怎么一听说要做亲子鉴定，你就慌成这样？你不是说孩子是前男友的吗？到底是哪个前男友，还是你在撒谎？孩子就是你哥的。
她哑口无言，我老公杨景开始护她。沈南芝，你还有完没完？我妹的孩子是谁的？真有那么重要吗？你非得毁了他才肯罢休吗？他现在工作没了，网店被封了，出门就被人指着鼻子骂，你别忘了，她可是个孕妇，同样都是女人，怎么偏偏就你这么恶毒？我愿意相信他，我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，这不是正在给他机会让他证明自己的清白吗？如果孩子不是你的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当一切都没发生，不用证明了，你不就是想离婚吗？我成全你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离好，但你是过错方，必须净身出户。其实净身出户算是便宜他的，我当然不甘心如此。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我知道杨宁肯定不会同意，因为自始至终他想要的就是我家的钱。果然他立即开始阻拦，凭什么让我哥净身出户？他又没做错什么。沈南芝，你还真是个毒妇，怪不得我哥不喜欢你是个男人，都不会喜欢你。喜不喜欢我都是他的合法妻子，不像某些人谋足了劲，也只能是个小三。他被彻底激怒了，冲上来就要打我。这一幕跟前世很像，前世我们也是发生了口角之争，我戳中了他的痛点，他一气之下将我从27楼推了下去，当场毙命。如今他大概也想这么做，但他不敢，或者说他还没有待到合适的机会。被人拉开后，他忽然开始大哭。不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做亲子鉴定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还没出生就受这种屈辱。不管孩子的爸爸是谁，我都会把他生下来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，没说不让你生，你该生。但这件事关系到我跟杨锦的婚姻，要不要继续亲子鉴定，非做不可。不做，我说不做就不做。我婆婆看上去是真急了，开始口不择言，就算是杨锦的又怎样，他们根本不是亲兄妹，如果不是你不能生我们，至于这样吗？哟，他这是承认了，竟然还理直气壮了起来。也就是说你承认了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直接办理离婚手续吧。我会让杨锦净身出户，还会追回这段时间给杨英花的所有的钱。现在你们立即收拾东西搬出去，婆婆继续胡搅蛮缠，凭什么你说搬就搬，你说离就离，我们就不搬就不离。现在宁宁可是孕妇，她要是出点什么差错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我静静地看着她，然后当着她的面报了警。警察到的时候，左邻右舍全都围过来看我，将情况一一说明。这件事被定义为家庭纠纷和解为主，但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和解。由于这套别墅是我爸妈买的，属于我的婚前财产，他们只能搬走。而另外一套虽然是我出的首付，但是我跟杨锦共同还的贷，他们暂时可以住。不过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让邻居们看到此事已经惊动了警察，他们迫不及待的往网上发，吃瓜群众一股脑全部围了过来。还有那些自媒体博主嗅到了流量的味道，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。这波是不用花钱的，我自然要利用好，于是把那段他们亲口承认的录音放了出来，导致他们直接被网暴。上一世被网暴的人是我，这次反过来了。由于影响太大，他们3人只要一出门就会被人指指点点。可即便到了这一步，杨景依旧不想离婚，因为离婚意味着他什么都没了，他们所有的计划都泡汤了。眼看着孩子要出生了，我依旧活得好好的。杨宁开始着急，他找人把阳台的玻璃做了手脚，这一招倒是跟前世一模一样。我家住在27楼，阳台的玻璃若是出了问题，那么只需要轻轻一推，我就会随着破碎的玻璃渣子一起跌下去，必死无疑。只是他们不知道，这次我提前装好了摄像头，他的计划是故意将我引到阳台上，跟我发生激烈的争吵，然后假装不经意的推搡我一下，事后就可以将此事定义为意外，就算追究也是追究玻璃厂商的问题，而不会追究到他头上，说他蓄意谋杀。不得不说他算盘打得挺响的，但他万万没想到，他推我时，我避开了掉下去的人，成了他呀。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，他大半个身子已经探到窗外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老公杨景伸手拉住了他的小腿，他整个人呈倒立的姿势挂在外边。我吓得失声大叫，在慌乱中报了警，然后不管不顾的冲上去，佯装跟杨景一起拉住他的手。从背后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来看，我是跟杨景一起救人的，但实际上我一边用身体的力量试图把杨景往下拽，一边在慌乱中扣开他的手。就这样坚持不到半分钟，他就支撑不住了。最终两人一起滑了下去，下一秒，空中传来我凄厉的喊叫。警察赶到时，两人已经没了生命迹象，而我吓得没了魂，瘫坐在地上。他们从监控录像得知这是一场意外，还真的开始追究玻璃厂商的问题。但奇怪的是，玻璃本身没有问题，只是在几天前被人做了手脚。多方调查发现，死者杨宁本人偷偷联系过专门换玻璃的工人，将阳台的玻璃提前弄出了裂痕，经过人为撞击完全碎掉是极有可能的。也就是说，杨宁的本意是谋害我，却一不小心将自己害了。由于他们本身就有热度，此事一出，很快就在网上传开了，大多数人都在说这是他们咎由自取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现世报，而我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。婆婆得知这一结果后，对我恨之入骨，一口咬定是我害了他们，但她没有证据，自然不能拿我怎么样，只能瞎嚷嚷罢了。
后来他有些神志不清了，经常抱着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洋娃娃喊大孙子。再后来，他的洋娃娃被一群小孩恶作剧丢进了河里，而他不顾一切跳下去捡，再也没有上来，直到被人捞上来。而我成为寡妇的我，继承我老公杨景的一切遗产，收获了同情心疼和祝福，然后卖掉我们共同居住过的那套房子，抹掉跟他有关的相关记忆，整理好心情，以最好的姿态过好以后的人生。全文完结。